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Irene，欢迎来到我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来美国当住院医师怎么存钱吧。那第一个我想要讲的是退休账户啊，应该大部分的医院都会提供either是 401k 或者是 403b 的退休账户。那两个的差别在 401k 是给 for profit 的 hospital，403b 的话是给 non-profit。不过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那两个在2024年你所可以 contribute 的 maximum 都是23,000块美金。那这些退休账户又可以再细分为 traditional 跟 Roth。两种差异。Traditional 的话，你 contribute 的是 pre-tax money，如果是 Roth 的话，它是 contribute post-tax money。所以你同样这笔钱需要缴税，可是当你在退休把这笔钱领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缴税。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，诶，那我到底要选 traditional 的还是 Roth？一般来讲，如果你未来的收入会比现在收入高，你未来的 tax bracket 会比现在 tax bracket 高的话，那会建议使用 Roth 的选项。可能很多人会想说，为什么我 retire 之后我的收入还比现在高啊？那是因为有些人是退而不休，那他之后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收入，或者是一些投资的股利啊、股息之类的收入。那另外的话，这些退休账户它有所谓一个 minimum distribution，也就是它会规定你说你今年依照你的岁数，你会需要提多少钱出来。所以有可能你在你的退休账户里面存了很多钱，那你被规定要取出来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 maximum 的 tax bracket，你就会需要缴到非常的多的税。所以相对来讲，Roth 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，因为当你到住资医师之后，你的收入就会有非常大的增加，你可能在退休账户里面存的钱就会变得非常多。你这样在拿 minimum distribution 的时候，就会被扣到很多的税。不过当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提供 traditional 跟 Roth 这两个选项，所以可能要自己去看一下，然后来做选择。那除了公司所提供的 401k、403b 之外，美国所有超过18岁的成年人都可以开一个 IRA 的账户，也就是所谓的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。那这是属于个人，就是不需要 employer 的。那它一样有分为 traditional 跟 Roth 两种差别。那一样就是你是 contribute pre-tax 还是 post-tax 的 money。那同样会建议使用 Roth IRA 这个选项，因为除了税务的考量之外，另一点就是你之后可能收入变高了，那会超过你可以 contribute to Roth IRA 的 eligibility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选择使用 backdoor Roth IRA，也就是你会先 contribute to 一个 traditional 的 IRA，然后再把这个钱转换成 Roth IRA。那在这个转换过程中，因为一个是 pre-tax money，一个是 post-tax money，所以你会需要付之间差额的税金。如果你从现在就开始 contribute 到一个 traditional IRA，你到时候要转换成 Roth 的时候，你这个 account 里面已经累积了很多钱，你的税金就会很高。如果你现在先存在 Roth IRA，那你到时候每一年存到 traditional IRA，然后再转换的时候，你所会需要付的税金会比较可以承受一点点。那很多人也会好奇说，我应该要把所有钱都投在 401k、403b，还是要把钱投在 Roth IRA 这边？基本上以住院医师的薪水来讲，你很难两个都 max out，因为 401k 的 max 是23,000，IRA 的 max 是7000。如果是以2024年来讲的话，那这两个加起来就已经3万块了。你如果收入是在7万左右，扣掉 stack tax，扣掉 federal tax，你可能实拿的大概就是5万块左右。那你再扣掉这3万块，等于你一年只有2万块可以活，那会有点小艰辛。所以大部分人可能还是需要去做一个取舍。如果你的医院有给予 match 的话，当然最好你就是 contribute 到你的 401k 或 403b 到那个 match，然后把这些剩下来的钱拿去 Roth IRA。那如果还有剩的话，你有两种选择，一个是投回到 401k、403b，另外一个是开一个一般的投资账户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选择呢？主要是因为这些 employer based 的退休账户，通常它选择的标的比较少。可能就是一些 target date fund，那这些的话，它是比较以保守为取向，所以它的 upside potential 会比较低一点。那长期下来，你的获利就会比较少。那如果你是用一般的投资账户的话，你可以自己选择，你可能是要投 S&P 500或者是什么 QQQ 之类的，它的 annual return 比较高，那你 compound interest 下来之后，多出来的钱可能可以 cover 掉你所省下来的税金。那很多人会还是 prefer 说
把钱投回 traditional 的 401k、403b， 理由是因为你只要缴一次税，就是你领出来的时候缴一次 income tax。如果是一般的投资账户的话，你就会需要当年要缴一个 income tax， 然后你领出来的时候也要再缴一次税。可是其实两个的税率是有差别的，因为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，你放在一般的投资账户，你领出来的时候是 long-term capital gain 的税，那是一个 flat tax， 可能最高大概要 20% 左右。可是如果你是放在 retirement plan 里面，你领出来的时候是 income tax， 那就像刚刚讲的 minimal distribution， 所以你就有可能会被 tax 到 35% 这样的一个 federal rate。那另外一个比较常人谈的是 HSA， 也就是 Health Savings Account， 这是给你的 Health Insurance 是 High Deductible Plan， 也就是你会有比较高的自付额。那像我们医院，因为我们是用 PPO， 所以我本身是不能 enroll 到 HSA， 我只能选择 FSA。HSA 的好处是它有 triple tax 的 benefit， 第一个是你 contribute 的是 pre-tax money， 所以你同样可以在缴税的收入里面扣掉这笔金额。第二点是你可以在这个账户里面把这些钱拿去做投资，就跟其他的投资账户一样，所以你就可以让它在这个账户里面就是越滚越多。那第三个的好处的话，就是如果你把这些钱用在医疗支出上面，它的医疗支出其实很广，可以去买一些药品啊，你可能看医生啊，你在你一生中反正任何时间花在医疗上面的话，这些都是可以不用缴税的。所以相较于 Roth 来讲，它是 pre-tax money， 所以 tax deduction。那相较于 traditional 401k、403b 来讲，你只要是把钱花在医疗相关的支出，你领出来的时候也是不用缴税的。所以大家如果是使用 high deductible medical insurance 的话，可以考虑把一些钱存在 HSA。那刚刚我讲的 FSA 的话，它一样也是有 pre-tax 的 benefit， 可是它规定就比较多，你就不需要把所有的钱在当个年度花完。如果你没有把钱在那个年度里面花完的话，它就会直接归零。另外的话 FSA 也没有办法做投资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让它钱滚钱。讲到个人投资的话，基本上这不是一个投资的建议。就我基本上也是因为没有时间看盘，我就是定期定额投 SPY 啊、QQQ 啊、BOO 这之类的基金。如果你在美国的话，我自己是使用 public.com，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然后上面有很多不同的 product， 但是你也可以买 Treasury Bill， 也就是美国国债。那它目前也是大概 4.5%、4.2% 的利率。另外一个他们最新的投资产品则是 Corporate Bond， 也就是公司债。那它目前有说你可以 log in 一个 7.1% 的 interest rate。除了 Treasury Bill 和 Corporate Bond， 当然另外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开一个 High Yield Savings Account。那像 American Express 啊、SoFi 啊，都是一些蛮有名的公司。那他们现在 payout 可能就是在4到5% 之间，其实也还不错。因为美国通膨基本上就是控制在2%，所以这些比2% 高的，基本上就可以保证你的钱不会被通膨吃掉。那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也还不错的选择是 Income Focus 的 ETF， 像是 NILS 的 SPYI、QQQI， 他们其实是追踪 SP500、QQQ 这些大盘指数，不过他们利用一些 option strategy， 也就是选择权的买卖，让它可以每个月配发一定比例的股利给投资人。那他们因为 ETF structure 的关系，它这些算是 long-term capital gain 或者是 return of capital， 所以它所课的税就像刚刚讲的，会比你一般的 income tax 来的低。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，刚刚讲那些退休账户，它都有规定，你必须要在59岁又6个月之后，或者是你在第一次 contribution 超过5年之后，你才能把这些钱领出来，要不然你会被罚款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提早退休，你想要在50岁退休，那你就势必要有一个 bridge account， 也就是所谓一般的投资账户，那你可以在50岁到59.5岁之间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。那除了这些退休金啊，然后一般的投资账户之外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管道可以增加一点点收入。但是你可能在住院医师期间可以做一些 moonlighting 的工作，不过这可能要看你的 visa， 因为像我本身是 on H1B visa， 那我们医院规定说 H1B visa 的人是不能做 moonlighting 的工作，所以这个你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另外一个话就是 paid survey， 就是做一些调查，这个在 Thermo 上面可以定期就会找到一些我们可以做的调查，那他可能就会给你个什么25块啊、10块啊，
不多，可是也不无小补。那另外一个的话，我是常常参加一些 virtual 的 career fair，我是透过一个叫 Practice Match 的平台，那还是每一场 career fair 可能就给你个25块，那如果是你自己的 own specialty 的话，可能给你个50块，我觉得都是不无小补啦。那最后一点的话，就是在报税的方面，然后报税很复杂，从退休账户 contribution 对于你的税金要缴多少，那你的 visa 是什么 visa，你是 J1 是 H1B 是 OPT，所以要缴的税金也都不一样。在台湾，一般大家就是自然人凭证插进去，那美国其实也差不多啦。美国也有很多 software 可以帮你快速的报税。那以我们住院医师其实相对简单，就是找一个软体，然后 upload 你的税单，基本上它就可以帮你算出来你要缴多少税。那比较常见的可能像是 Spring Tax 啊、TurboTax 啊，然后还有我自己去年用的是 Cash App。基本上以我们缴税的复杂程度来讲，这些应该都可以。那我去年会使用 Cash App 的原因是因为它 file state tax 还有 federal tax 都是免费的。那如果是 TurboTax 的话，state tax 啊要付个大概70-80块钱。不过 TurboTax 的 user interface 相对比较好用一点，它跟很多其他的银行账户啊都有连接，所以很多东西你不需要自己 manual 的 put in。可是 Cash App 的话，很多东西你就是要一个一个输入，这样比较麻烦一点。不过以我去年的情况来讲，我觉得是不会花到很多时间啦，省个70-80块也是不错的。那在这些比较 general 的东西之外，美国这边还有一些很好玩的，像是你可以透过 Fundrise 用 fractional share 的方式买房地产啊，买歌曲版权啊，然后也可以用像是 Masterwork 这类的平台，也是小额投资一些几百万的名画作品这样，所以就还蛮有趣的。那今天讲的主题大概就这样，就稍微解释一下美国的退休账户的差别，然后 pre-tax、post-tax、Roth 跟 traditional，HSA，然后一般的 brokerage account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投资的零零杂杂的事情。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主题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如果对于什么其他的主题有兴趣的话，也麻烦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